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今晚你睡着的时候，你就要离开了，你有什么感觉，或是你有什么想法？如果说在睡觉之后就不再醒来，对于久病缠身啊，或者是重度忧郁的人，或是目前生活非常困苦的人来说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因为没有病痛，睡了觉就离开了，这是没有病痛的离开。对这些人而言，或许他们会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可是不代表他们没有遗憾，了解吗？觉得幸福跟没有遗憾是两回事。他们虽然可能觉得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之下就要离开了，可能是解决掉他可能久病缠身的不舒服，终于可以解脱了，或是那些重度忧郁的人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还不错，我睡了一个觉就不再醒来，我不要再面对这样痛苦的人生。或者是生活很困苦的人，他们会觉得说，我终于不用再为我的生活烦恼，不用为金钱烦恼，不用为没有人疼爱我烦恼。可是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一定还有什么事情想要去完成，或者是他们可能想要跟他的亲人说一些他们可能想说的话。你呢？看影片的你有想过吗？如果今晚你就要离开了，你对你的父母亲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对他们有曾经好好的表达你心中对他们的爱吗？我相信在东方人讲爱这件事情是比较没那么勇敢，都是害羞的。但如果你有濒临过死亡的人，其实都会勇于说爱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在这边跟你们说，你们认真去闭上眼睛，去假装幻想一下，今天你就要离开了，你有没有谁特别想对他说什么话？或者是当初你们可能大吵一架，就变得不是朋友了，可是冷静之后，你又觉得那个大吵一架和你现在就要离开了，有觉得当下有必要吵那么凶吗？有没有觉得这样？就是你可能要深深的去幻想一下，如果你就今晚就要走了，那个幻想可以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是曾经濒临过死亡，那其实在活回来之后，不但是金钱上面的价值观会不太一样，那当然要求自己要每天过日子也是变得比较看重的事情，但是不代表没有遗憾。于是我开始每次的告诉我自己，如果今天此刻下一秒我就走了，我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我对孩子有放不下吗？我对我爸妈有放不下吗？就是我常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我自己，每一个当下我都尽量去活好它，因为你不知道无常什么时候会来。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些可能心脏病就猝死了，
或是在舞台上面唱歌，唱一唱就猝死了，或者是可能感冒，以为感冒，然后重感冒，然后可能住院个1-2天就走了。但是因为这些新闻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，离你比较远，所以你把它当新闻在看待。如果今天发生事件的人是你的亲人，你感受会比较大，但是这都是旁边的人，你有想过你自己吗？如果是你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放下，没有遗憾了吗？所以，在你如果幻想之后，你对很多事情，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有必要到那么严重吗？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有一句话叫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吗？因为不管多大的事件，你认真去思考一下，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晚，它也不过只是你人生这一条路上比较大的一个过程，比较大篇幅的一个章节，但它不代表一切，它不代表一切。OK， 所以你去思考一下，它只是一个过程，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过程，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停留在那。如果说你自己可以练习明白这些道理，哪怕是今晚你就要离开，你不会有任何的太多的不舍，或者是说，对，可能之前可能骂对方骂得太凶，然后可能对他有亏欠，或者说，可能当时自己做错了，当时硬着头皮拉不下脸跟他道歉，然后如果现在觉得很对不起他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如果你愿意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去思考一下，你在处理很多事情会变得比较圆满，因为，下一秒你会怎么样不知道，或是下一秒他会怎么样你不知道。那再来就是学会放下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，除了刚刚讲的及时要说爱呀，及时将自己活得快乐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放下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很多人都想抓住不放，可是当你抓住不放的时候，我之前在影片有分享过，天堂和地狱只差在你要离开的时候的那一口气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，它将带领你到下一个生命体，或者是下一个你停留的地方。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候每一天都放下，每一天都让自己过快乐，每一天都让自己没有遗憾，哪怕今晚你就要离开了，你也会欣然的接受。当你一切欣然的接受的时候，你是往上走的，了解吗？你不会有因为有遗憾而让自己停留在某个空间里面，或者是停留在那个混沌的空间，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又要再一次做功课的生命体里面，等等啦。就是如果你当下最后那一口气，你是完全欣然接受，不带任何遗憾，也不再眷恋任何事情，然后也放下所有身边所有的情感，你可以往上提升，在那个时候，了解吗？那对儿女，如果说你觉得他是你的资产，或是你的宝贝，对，可是你还是要告诉你自己，他只是另外一个生命体，你不需要对他有所担心或是放不下，他会过得很好，只要你告诉他，我们这个生命体的过程，我们已经够精彩了，彼此精彩，彼此不要有爱恋，这样子，孩子其实在你要离开的时候，
也不会太过于难过，而让他原本的步调失调了。就好像我现在常常跟我的小孩说，如果哪一天我走了，麻烦不要有任何的仪式，不要有任何人类的仪式，就是火，就是火葬，不是火，就是什么烧一烧啊，然后就是海葬或者是树葬，也不要立碑，什么东西都不要留，相片也可以不要留。然后如果想我的时候呢，就看看天空，我在那里。我就是不断的这样教育孩子，所以他们面对从小就是不断的我这样教育他，所以他们对生死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比较豁然开朗，接受任何一切的状况来临，也不会把生命看得那么觉得不应该尊重，或者是想要控制谁，他们会比较明白自己就有自己的精彩。那如果非得要等到人家要离开的时候才来说爱，那个不是真的爱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用影片跟大家聊一聊，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了解吗？思考一下，这是一个蛮严肃、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。I love you，拜拜。